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华泽子苑医生所著的《绝对不出错的人大脑习惯》。本书的主题是帮助那些想要减少错误、避免失误的人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法。过去市面上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如何减少错误的书籍，而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决定版，因为它的视角与其他书籍完全不同。本书从根本上探讨了如何防止错误发生。许多其他类似的书籍更注重应对失误的对症疗法。然而，华泽先生的这本书提出了一种彻底改变大脑机制的方法，让人从根本上避免出错。本书指出，导致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4个：1. 注意力下降； 2. 工作记忆的衰退； 3. 大脑疲劳； 4. 大脑老化。书中详细说明了如何从根本上改善这些问题。为什么人类会犯错？我们常说注意力不足或集中力不足是错误的原因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？本书指出，问题的根源在于大脑中的神经递质脑内物质的不足，其中去甲肾上腺素是一个关键物质。当人长期处于恐惧、不安等极大压力之下时，去甲肾上腺素会过量分泌，最终导致耗尽。这种缺乏会直接影响集中力和注意力。此外，血清素的减少也会引发焦躁情绪和意志力低下。随着这种情况的恶化，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分泌都会大幅减少，甚至导致抑郁症。书中指出，频繁出错的人其实已经处于抑郁症的前兆阶段。错误是身体发出的警告，频繁的失误其实是身体在向您发出警告，您的状态已经进入危险区域。因此，如果您发现自己最近失误频发，请务必检查以下几点：睡眠时间是否充足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每天只睡30分钟，那错误是必然的。如果睡眠不足5小时，错误的发生率也会大大提高。生活习惯是否健康，检查自己是否过度疲劳，积累了太多压力，或者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错误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生活习惯的问题，而改善这些习惯是减少错误的关键所在。希望通过本书的分享，大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大脑的状态，避免不必要的错误，同时拥有更加高效的生活。即使有人告诉你要保证睡眠时间，工作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，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呢？想要减轻压力，可是职场和家庭里的压力根本无法回避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。不过本书中介绍了许多能够立即使用的方法，专门为这些人设计的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专注单一任务的技巧；第二，双重任务的神奇脑力训练；第三，超日节律时间管理法。这些可能是您没听过的词汇，但我会逐一详细说明。这些方法不仅非常实用，还能提高学习和时间管理效率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专注单一任务的技巧。根据最新的脑科学研究，人类并不适合进行多任务处理。所谓多任务处理，例如一边看电视一边学习，实际上并不是同时进行，而是快速地在看电视和学习之间切换。这样的切换会对大脑造成极大负担，成为错误的根源。伦敦大学的研究表明，工作时进行类似于边工作边回复邮件或接电话的多任务处理，会导致 IQ 下降约 10%。这个数值是吸食大麻引起智力下降的2倍之多。此外，长期过度使用大脑进行多任务处理会促使压力激素过量分泌，这些激素会对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产生重大负面影响，最终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，甚至海马体萎缩。简单来说，工作时应该一件一件地完成任务，而不是同时处理多项事务。像邮件或消息的回复，可以集中在特定时间段进行处理。这样的做法不仅能提升工作效率，还能减少不必要的错误。此外，本书还提到关于背景音乐的影响。虽然有人认为听音乐能提高效率，但研究表明，音乐对学习、记忆和阅读等认知任务
反而会起负面作用。不过，在进行体力活动或单调任务时，听音乐有助于加快速度，减轻压力。因此，在适合的场景下使用背景音乐是可以推荐的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双重任务的神奇脑力训练。这是一种非常受关注的脑力训练方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时，同时解答简单的脑力问题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可以促进前额叶的血流增加，从而提升注意力和集中力。经常运动的人可以尝试在运动时加入脑力训练，这样既节省时间，又能显著提升效果。这个方法是3点学习法。也许您在高中时见过这样的同学，他们认真听课、记笔记，但成绩却不理想。这表明过度记录笔记可能适得其反。不过，记笔记本身对大脑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手写笔记能够刺激脑干的网状激活系统，从而提高注意力和集中力。那么，如何避免过度记笔记呢？这就是3点学习法的核心。方法很简单，在参加讲座或阅读书籍之前，先写下你希望从中获取的3点内容，在整个过程中，集中精力获取这3点关键信息。这种方式不仅让您听讲更加专注，还能帮助您更好地记住相关内容。因为人类大脑的最佳记忆容量正好是3点信息左右。此外，专注于3点内容，还能让您更好地理解整体逻辑，间接提升对其他信息的记忆力。因此，3点学习法不仅高效，还能帮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更轻松地学习和成长。首先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这3个重点上进行学习，这样会更有效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超日节律时间管理法。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个词语比较陌生，超日节律到底是什么呢？可能有人听说过黄金时间管理法，我们会一并进行说明。首先，先来介绍相对容易理解的黄金时间管理法。所谓黄金时间，是指人类的专注力有一定规律，在某些时间段会显著下降，这时候更容易犯错误。因此，为了减少失误，应该在专注力最高的黄金时间内处理那些最容易出错的工作。那么，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研究发现，它是人醒来后的3个小时，这段时间是大脑的黄金时间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在早上工作开始后，立刻投入到最重要且不能出错的工作中。或许有人会觉得，什么？黄金时间只有3个小时？但书中提到，这个黄金时间是可以延长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避免早上起床后查看电视、短信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。最理想的状态是起床后立即专注于工作，避免多任务处理，因为多任务处理会消耗大脑的精力，导致黄金时间缩短。相反，如果保持单任务集中工作，就可以延长黄金时间。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对黄金时间管理法有一定理解了。那么，进入今天的重点，超日节律时间管理法。首先要知道，人类的专注力极限大约是90分钟。即使有人觉得自己能超过90分钟保持专注，但实际上专注力也会逐渐下降。当专注力下降时，失误更容易发生。因此，当您感到疲惫时，最重要的就是先休息。这个休息时间不需要很长，5到20分钟即可。即便短暂的休息，也能显著恢复专注力。此外，即使您觉得自己仍然专注，实际上专注力可能已经开始下降。因此，在学习或工作了约90分钟后，要有意识地安排休息时间。还有一种推荐的方法是短时小睡，这在其他书中也有提到。短时小睡指的是5到15分钟的短暂睡眠，不一定需要完全熟睡，闭目养神也可以。这种方法被证明能大幅恢复专注力，建议大家试试看。不过，当提到这些建议时，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的专注力已经通过训练提升了，没问题。比如学生时代通过备考或体育活动培养了集中力的人。然而，超日节律是深植于生物本能的一种规律，被认为很难克服。因此，如果您因频繁失误而困扰，
不妨尝试每90分钟休息一次，让大脑得到适当的休息和恢复，提升专注力。希望这些方法能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